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米。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很久没有买的 ColourPop 开箱。记得我上次在 Morphe 彩妆开箱的影片中就有说，我的 ColourPop 跟 Morphe 是同一天订，结果 Morphe 大概2周多左右就收到，这个那时候还在漂洋过海。结果拍完那支片之后，大概过了10天左右吧，就收到了 ColourPop， 所以这一次我下定到收到差不多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给你们参考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我这次买了一些什么，然后等下就会直接开箱上妆给你们看。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给的箱子还蛮大，但是我记得我没有买很多东西，我今天把它割开了，然后里面有做的保护还蛮好的，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纸，然后还有泡棉。我买了这些，看一下要先从哪个开始介绍起。先从大盘的开始讲起好了，我有买一些大盘的眼影打亮盘，跟小的单颗眼影和打亮腮红等等。第一盘先来分享这个 Give It To Me Straight， 它的包装是粉红色，然后玫瑰金色的字，很可爱。它里面是12色眼影。打开来呢，里面跟外盒的是一模一样，不像之前那个 Yes Please 外盒跟里面的包装是长不一样，它长一模一样，是这样淡粉色，然后背后有那个眼影的色号。打开咯，那上面有 ColourPop 的字，然后这一盘也是偏暖色盘，只是它的颜色比较带一点粉色系，不会那么的橘或是有黄色调。它这边就是有雾面啊，有珠光的。好，先来随便刷几个颜色试试它的显色度如何。来是这个玫瑰金，然后还有这个这算什么？葡萄紫色。哦，它的显色力还是非常好，因为我已经用过他们家的眼影，所以新鲜感不会到太重。但是这样乍看的话，它的珠光浅色力还是很不错。然后雾面的这个颜色虽然很淡，但是我也还蛮喜欢的，就是它是一个很日常百搭的颜色。但我觉得上次用完 Morphe 眼影之后，我个人觉得 Morphe 的显色力好像比这个稍微更优秀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直接来上眼。我现在脸上还没有上任何的眼影，我们就先用这个比较接近肤色的来帮眼皮打个底。用那种肤色的雾面眼影打底是我自己的习惯，因为我眼皮会有点暗沉。那因为这个颜色它其实是比较带点淡粉色调的，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就是比较有点像黑眼圈的那种，它是可以修饰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我的眼皮暗沉，这样用指腹稍微盖一层就没有了。再来，我用这一个比较接近浅豆沙色呢，来打一下眼窝。因为今天的穿搭我是比较偏大地色系，所以我要画一个我觉得就是颜色比较柔一点的眼影。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，它的颜色是有点蜜桃色，可是它一点都不荧光，所以说它不会让你眼皮看起来会更反黑，它是很自然的那种淡粉色。我觉得要形容的话，就是豆沙色会比较接近这样子。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。如果你平常就是赶时间只想要快速让你眼皮上有颜色的话，其实单擦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就会蛮有神的，就会淡妆的感觉。然后我用的是之前买的 ColourPop 的眼影刷。好，再来我们来叠一点珠光的颜色，我用这一个 Candid， 这个是带点珠光的古铜棕色。我想要刷在眼窝后面这个地方。哦，这颜色很漂亮哎，你看到吗？它是有一点古铜玫瑰色的感觉，跟刚刚那个雾面很搭，两个是可以搭配使用的。然后这个珠光，我觉得 ColourPop 他们家的珠光显色力都还不错，跟 Morphe 比起来的话，比较适合新手，因为 Morphe 新手可能下手会不小心太重，但这个会比较刚好。目前用到这2个颜色我都还蛮喜欢的。基本上如果说出门就是简单这2个颜色搭就很好看，这个眼影配色就可以出门了。好，我们稍微再把颜色加重一点，我想要上这一个葡萄紫色，在我的眼睛下面点缀一点，让它比较有层次感。我从眼角这边往前画，
你看我轻轻画一笔，它的显色力就很不错。然后再往上带，跟刚刚的颜色融合在一起。好，把颜色稍微加深之后呢，它的重点色就会变成有点葡萄紫的感觉。然后再用一开始的这个粉肤色蜜桃粉色，打在我的下眼皮的地方。好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在第二排要开的是这一个 Golden State of Mind。那时候我看到这一盘，就是它是全部都是珠光，接近亮片那种很闪的质地，然后里面有15个颜色。这次买的包装刚好都是比较粉嫩的感觉。打开来呢，里面的质地跟外包装一样，然后这个的话是比较偏雾面的，然后它上面有金色的这种浮雕的感觉。里面全部都是金光闪闪的15个颜色。如果你本身是那种喜欢亮片珠光眼影的话，这盘我觉得可以物色看看。我挑几个颜色一样来试在手上。我觉得它已经不是珠光，它已经接近偏亮片色的，它是比较有一点点颗粒感的。你看它是这种很厚实的那种亮片的感觉。实际刷起来呢，就是哇，好亮哦！天哪！你们看这光泽，金光闪闪。那这盘我看他们网站上示范的时候，有试在下眼睑，有点像是打亮卧蚕的作用，所以我就来试用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我来试这一个比较偏古铜金一点的颜色，直接上在眼皮下方这边，它真的一点点就非常的亮。我原本担心它会不会就是颗粒很大，然后上在脸上会很容易飞粉，但实际上我觉得还好，它的贴合度是还不错的，画上去可以制造那种，你看我脸在摆动，它是那个光泽会有点反射，然后可以制造假卧蚕的视觉效果。好，再来第3盘呢是这个 Innude Endo， 这盘也是做的粉粉的，但是它比较普普风的感觉，全部是这样点点的设计，里面是6个颜色的打亮。打开涨价，它是亮面的包装。打开来呢，它的打亮比较偏那种日常，然后我觉得亚洲人也可以使用的颜色。除了这个颜色可能是比较偏欧美之外，我觉得这几个颜色平常都可以使用。那一样，我们先来试一下它的粉质怎么样哦。我在试的时候感觉到它是还蛮细的感觉。哦，这个亮度很美哦。而且这3个颜色随便选好像都蛮好看的哈。这个我觉得不当打亮也可以拿来当眼影，就是眼皮中间打亮用的。这个颜色好看，而且它粉质比我想象中的细耶，因为我一手指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出来它是那种很绵密的感觉，不会有那种很颗粒感，所以它的粉质应该算是蛮细的。我们试在脸上看看。那我今天挑这个颜色好了。有点偏玫瑰金的颜色，不会用太多，上在这边，然后我带一点 C 字部位到眉毛上方，让整个这边都在亮。它的光泽我觉得还蛮细致的哎，而且很明显就是很欧美打亮的那个光泽感，你看没有上。我本来皮肤已经有点光泽，可是上完之后就更嚣张，有没有？再多上几下。哦，亮哦！这个我觉得，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明显的那种打亮感的话，这一盘你们应该会爱。但是它的粉啊，不会那种很干，然后我觉得算是不太显毛孔的一款了。觉得好像可以再打下来一点，因为它是带一点粉色的。好，刚临时决定把眼妆先画完，才不会整个人感觉颜色很重，但是没有眼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加完眼线跟睫毛之后，因为它刚刚眼妆颜色比较重嘛，现在看起来就会比较调和刚好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跟我平常爱画的暖色调比较不一样，它其实是稍微带一点点冷色调的。刚
刚好今年的流行色不是也是紫色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紫色，但是不会到太冷色调难以驾驭这样子。好，彩妆盘分享之后呢，再来分享单颗的。我买的这一个3颗单色眼影一组的，它就是有时候会帮你配好3个颜色。那时候我一看，觉得这3个颜色都是我平常应该会蛮喜欢的暖色调，我就一起挑了。那其实他们家的单颗眼影，我觉得表现都还不错。它的眼影是稍微带有一点点湿润感，可是它的显色力跟服帖度都很不错。我发现有一颗它好像碎掉了。啊，真的它碎掉了。好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它单颗眼影长这样子，白色包装很可爱。一样来试一下。但在试之前给你们看这个情况，很多人就是买 ColourPop 都有遇过它可能是粉眼影会裂开或者什么的问题。那我之前买了好几次都还蛮幸运没有遇过这个问题，但是这一次呢，真的让我遇到了，它整个烂在路边。正常应该长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个变成这样，不知道是瑕疵还是因为它撞的时候有点碎掉了，就变成这样子。还好只是单颗，如果是眼影盘的话，我觉得会比较心痛。它的那个眼影的质地是有点软软的，很特别的触感。刚刚打亮忘了写，那我们试这边。哦，这3颜色都我喜欢的暖色调。这个碎掉的金色，虽然它碎掉，但是它颜色好显色哦。这2个比较偏雾面，然后这是带点珠光的，3个颜色都是我的菜。好，那因为现在我已经画其他的色调，所以这个我今天就不是在眼睛上。之后如果我有画的话，我再拍照或是画在其他的影片中妆容跟你们分享。好，最后单颗的是我买了一颗腮红，然后它的色号是 Parallel。它是我比较少有的那种正宗粉红色，因为我其实比较偏爱裸色调或是土色调或是肤色调的那种腮红，然后真的很粉的我好像反而比较少。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颜色就觉得它还蛮甜蛮可爱的，我就想说买来试用看看。它包装一样是说，这个也有点瑕疵，你看它也是有一点这样边边跑掉，没有那么密合。质地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松软带有点湿润的感觉。这个粉我还蛮喜欢的。如果我今天想要画那种比较清甜感的妆容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粉色就很适合。那我来稍微刷一点在脸上，它显色力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一次只要一点点就好。因为它带有珠光，所以你擦上去你的亮度也会更夸张一点。然后欧美就是追求那种脸上很烹饪的立体感。好，最后我加了唇膏，用的是 Bobbi Brown 的精致奢华唇膏 Plum Rose 这个色号，因为我觉得它跟我眼妆的眼影这个颜色还蛮搭的。那我稍微用卫生纸压一下，让它的光泽感不要那么明显，就不会抢走我整个眼妆跟打亮的风采。好，这样今天这个开箱妆容就完成啦。你们喜欢这个妆吗？好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分享。那下次如果想看什么开箱上妆，或者是任何其他主题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或者跟我聊聊天。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点这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